比特币轻杠杆之后上涨会更顺利吗？以太坊要迎来暴涨了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所开的这两个仓位呢，目前的收益呢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况哦。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资金费率也结合进去，大概还有着11万多美金的利润。各位可以发现啊，在最近以太坊的涨势呢有稍微强一点哦，至少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段上涨哦，上涨的过程呢，其实以太坊都是稍微强势一点点的。我们从 K 线上可以看得出来。那如果从 ETF 的流入呢，昨天比特币只有流入了2亿美金哦，这个流入量其实真的不算多。那以太坊有1亿，对于以太坊来说，1亿的流入量其实已经不错了，毕竟以太坊的市值比较小。那我认为呢，这个格局啊，也就是以太坊呢，它在上涨的时候会比比特币要来得更强势。这个趋势呢，它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在未来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常态，即使现在大家还不太习惯不太熟悉。那比特币呢，经历了一轮洗盘之后啊，其实我认为对于这波上涨来说，绝对是更健康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昨天洗盘轻杠杆的数据。我们在光昨天一天12月9号，我们就清掉了15亿5200万的多头仓位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这个比我们当时在今年8月5号的时候，我们所报出来的仓位大概只有7亿美金，是整整的2倍还要更多。那我甚至去看了我们过去3-4年的数据我们上次要有这么大的爆仓量呢，已经要追溯到当时2021年的时候了，也就是这是我们3年来最大的一天爆仓。这个轻杠杆它效果呢非常明显而且呢也是我们这轮牛市以来最大的一次轻杠杆的过程。虽说我们在前几天的波动不大但我们能清出这么多的杠杆那就显见这个市场有多么疯狂，大家疯狂的做多，而且这个仓位呢还有杠杆很有可能都是这些开仓者呢他们所无法承受的。那一点点的波动就清出了非常多的仓位。这个时候庄家就一定会做这种操作，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如果我们在上涨的过程盘面累积了太多的杠杆，太多的仓位那对我们这波上涨来说是不健康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在轻杠杆过后的资金费率，目前呢基本上主流交易所的主流交易标的呢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基础费率，大概在1/1000左右。那我们过往呢，我们但凡要开启这种很不错的多头我们都是从基础费率开始起涨的。我们说到以太坊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以太坊的走势吧。我们从周线呢可以发现，以太坊它在下方收了一根很长的下影线，这种下影线就表示我们下方的支撑其实很强劲我们有到过大概3500的位置那我们就是出现了强势的需求，我们才可以把盘面呢再重新顶回去。尤其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很接近4000左右那通常呢我们在碰到了4000我们回落的幅度不大，而且我们又立刻可以回到这个阻力那就表示这个阻力的效果呢其实已经很弱了。尤其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所以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呢非常短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太坊从4000的阻力进行突破。那这种突破呢，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突破它走出去的时候会直接打出一段距离，很有可能我们可以直接看到4500、4600这样子的以太坊，那其实离前高点呢也不会差距到太多了。我们再把级别呢切小一点点切到日线吧。从日线来看呢你可以发现盘面走的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我们离前高点呢真的是非常的接近那我们在4000的上方呢，其实所堆积的筹码它并不会到太多，所以我们通过的时候呢，我相信也不会有太多的阻力最主要的阻力呢，其实就落在4000左右。以太坊4000的地位相当于比特币在7万左右这样子的阻力。那如果你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而且这2个仓位呢，你都是可以一起领取的。你只要 KYC 入金$100
你可以领取$500的比特币以太坊的仓位，还可以领取$500的松鼠币的仓位。那如果你有盈利呢，你都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吧。其实从比特币来看呢，我认为这一波周线所走出去的趋势，它是还没有结束的。如果你对趋势它的开启是有点概念然后你可能也有威克夫操盘法的背景，我相信你会理解我们在下方呢，它走出了吸筹区，那我们往上它才可以走出这种相应级别的上涨我们在之前，也就是5万多、6万多、7万左右震荡的时间，其实我们走了非常久我们已经震荡了231天了。那这种区间的突破我们后面就可以走出，或者说就有机会走出非常不错的趋势。像我们前面从2万5一直到7万4的这一波涨幅呢，我们震荡的时间可能也就210天左右而已。那我们周线级别的上涨它中间其实有出现中继你看我们中间有一个中继的区间，它有震荡，有插针，插针轻杠杆，那这种震荡呢，很明显它就可以把一些现货这个持有不坚定的人呢给洗下去。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子的洗盘，这样子的行情那只要这个洗盘差不多了，盘面我相信很快就会往上那我们在周线可以看到我们在下方也是留出了几个很明显的下影线，也可以表示我们在下方呢其实是有不错的支撑的。我们价格其实都有被打下来，但很快又拉了回去。你可以看到，一旦我们洗盘结束之后呢，把我们前面上涨所累积起来的杠杆给清出去，我们后面又可以出现还蛮不错的上涨也很值得我们去操作。我们如果把级别切小一点点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回调其实非常的强势。我们目前的回调呢，虽说是回调但是我们的低点都在不断的抬高这对于回调来说，这就是最好的调整状况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是一个通道其实都可以那通常这种通道的调整呢，它就可以更显示这种调整的强势我们在过往呢，其实也出现过这种微微向上的调整就是我们当时在突破了3万左右我们出现的第一个小小的回调的区间。那最后呢，我们这个调整区它也是以突破向上的形式，然后又开启我们另一段新的这种多头你可以发现我们最后是大概受到了3万8的阻力。那3万8一被突破之后，我们又走出了一波很不错的上涨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行情呢，也会非常的雷同或许大家在10万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心理价位了。毕竟10万这个价位其实已经是从4-5年前就讲到现在如果你4-5年前已经在市场的话，你一定会记忆犹新的。那我们现在呢，也确实在10万这个位置有受到了小小的阻力这个阻力一定不大不然我们没办法这么频繁的碰到10万，而且回落的幅度其实也不大。那我相信这个位置它很快就可以被克服甚至我们这几天它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有突破式的进展。好，那我们再来观察吧。最近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新闻呢，就是 MicroStrategy 它会被加入标普500指数。我们都知道微策略 MicroStrategy 它的老板是 Michael Saylor， 他是非常看多比特币的，他甚至把公司非常多的资产呢都换成了比特币，还举债举这种公司债来去购买比特币。那他现在累积到的筹码呢，其实已经相当可观了，他已经有20几万枚的比特币，尤其他们在最近呢又在继续疯狂的加仓甚至有仓位放大的迹象。那随着比特币的上涨呢，还有 MicroStrategy 他们公司的一些表现他们会被加入标普500。其实加入标普500是非常大的里程碑标普500是收集了美国前500强的企业所组成的 ETF。我们都清楚这种指数型的 ETF 它的表现很多时候绝大多数时候会比我们去挑选这种个股的回报率长期来看要来得更好我们这边可以引用巴菲特老爷爷的一句话他有谈到如果我们把投资的时间呢放在10年这个跨度上的话，那么即使是华尔街的专业主动基金的经理人
他们的选股能力呢，到最后的表现也没办法赢过标普500。那其实 QQQ 呢，它的发行者也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就是贝莱德，就是贝莱德发行的标普500指数。那标普500呢，我们如果观察过去100多年的回测，它大概可以做到7到11%的年化回报率复合回报率。所以标普500会被很多人去视为是一个中低风险或中风险这样的投资标的。那我们在过往呢，通常会比较把比特币视为是比较高风险或至少是中高风险的投资标的。当风险越高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投资标的就会越谨慎，投入的资金就会越少。那如果被纳入了标普500微策略，它可以吸引到很多认为这是中低风险的资金，就可以吸引到更大量的资金那透过微策略呢，又可以再回来流入到比特币当中，这对于市场是非常健康，而且也是很重要的里程碑。那预计呢，我们会在今年的12月23号MSTR 代号 MicroStrategy 就会被加入标普500里面。那你可以观察MSTR 加入后呢，它所占的比重就是 0.46%。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比重很低但其实这个比重并不低因为标普500它有500档的公司，有500档的股票，那你占有 0.46% 呢，其实也已经是这500家公司里面第40大的了，所以非常不错。而且每年呢都有数以千亿的资金呢去流入标普500所以即使你占的比重很低的，也会有非常非常多资金来流入你们这家公司。你可以看到呢，下方它有一些公司会被移出这其实也就是我们购买指数型基金指数型 ETF 也就是追踪大盘的指数 ETF 的一个优点它会把很多表现不错的公司呢再重新加入。那你只要持有这个 ETF， 它就等于自动的帮你选股那把一些可能获利变差了，或者说体质变差的这些公司呢就会移出你可以看到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身影mRNA Moderna， 大家记得吗？这就是莫德纳就是我们当时在疫情的时候打的莫德纳疫苗它已经被移出了。因为最近其实疫情呢，说实话趋缓了很多，它在过往疫情的时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相信他们公司的获利也是很棒才会被加入标普500。那他们随着疫情慢慢趋缓，他们也会被移出。那比特币的上涨就让 MicroStrategy 它的股价暴涨，然后就被加入了标普500。那最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是 Bitwise 他们预测了我们在2025年比特币、以太坊和 Solana 可以到达的价位。我认为他们的预测呢也是很值得我们来观察一下的。他们预测的结果其实跟我是有一点出入的。我认为他们过度高估了比特币，而低估了以太坊那 Solana 的话就比较中庸比特币的话，他们预估会在20万左右最高点。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根据过往比特币上涨的幅度呢，还有递减的涨幅，比特币最终非常有可能会落在14万到16万之间。我相信，跟我预测的这个差距呢，会是比较小的那我可以推估一下它会高估比特币的原因，它很有可能是看到了最近比特币走的比较强势，所以他就认为这个走势会延续下去但我认为其实接下来呢根据加密货币过往的周期，还有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数据表现我认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或许在半年吧这半年的时间以太坊它会显著的强于比特币。那当然就跟之前不一样那以太坊我个人如果根据过往的这种数据跟涨幅递减去预估是在1万到1万3之间，我认为不会差距到太多了。当然我们出场的时候呢，并不是根据这个理由出场的不过我还是认为这个目标价位我跟它是有点出入的。那 Solana 的话，其实750的目标价位算是比较中庸吧不过我认为呢，这受一个事件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在明年8月的时候 Solana ETF 的审核。如果说 Solana ETF 它可以顺利通过的话，我认为 Solana 最终的目标价位
一定是在4位数的啊，我认为会非常轻松的可以到达$1000以上啊。但如果说 Solana 它的 ETF 没有通过的话，那我认为或许还会比750要来得更低一些。其实决定 Solana 最终这轮牛市可以到什么价位的，就是 ETF 啊。那如果你持有 Solana 很大的比例的话，很大的仓位，你一定要紧紧追着 ETF 的进度。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